近期，印度方面的不安分举动导致中印边境局势持续升温。由于在之前数次边境冲突中吃了大亏，所以印度也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建设，尤其是在近日部署了新采购的一批苍鹭2无人机。这款无人机虽然性能不错，但印度还是被当作了提款机，又挨了以色列一通痛宰。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段时间中印边境相关的种种新闻，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印度方面一如既往的吃了大亏，随着印度方面的不断挑衅，中印边境的局势也再次升温。由于此前屡次搞事失败，印度方面不得不再次投入巨资，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设。根据近期相关报道，印度方面已部署数目可观的以色列制造的苍鹭无人机，并且用于加强监控我国藏南地区一带的动态。印度方面利用这款无人机实现昼夜巡逻，并向后方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发送关键数据和图像。很多人或许都不太了解这款无人机，我们也简单聊聊这款以色列的无人机产品。苍鹭是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马拉特子公司研制的大型高空战略长航时无人机。该机的研制计划始于1993年底，1994年10月第一架原型机首飞，整个研制时间为10个月。1996年底正式投入使用。对于现在的无人机来说，算是有些落后的，并不算尖端的装备。它主要用于实施监视、电子侦察和干扰、通信中继和海上巡逻等任务，可搭载包括合成孔径雷达、海上扫描雷达、电子或通信情报任务系统在内的250千克有效载荷。苍鹭无人机的翼展 16.6 米，最大起飞重量1100千克，可以连续飞行30小时，最高时速225千米。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每架无人机可以监控50至60平方千米的面积，最大飞行高度为1万米。实际上，早在2004年，印度就从以色列订购了首批苍鹭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为印度三军通用的长航时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在印度军队已经服役了10几年，即使在印军装备里都算是一种老掉牙的装备。目前，印度的陆军、海军和空军一共拥有68架苍鹭一代无人机。乍一看虽然老旧，但是性能还算不错的苍鹭无人机，似乎在印军里装备数量还是挺多的。但是不要忘了印度的传统异能，那就是坠机。这种无人机显然也没有摆脱坠机魔咒。从2013年开始，印度的苍鹭无人机每年都会发生至少一次的坠毁事故，甚至还在2017年坠毁在我国境内，并且是侵入中国领空后坠毁。印度方面的这些操作实在是令人无语。除了苍鹭1以外，今年1月，印度再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签约，增购4架2代机，载重更大，抗干扰及侦测能力更强，约定于今年年底前全数交货。不过印度这次显然又被当成了提款机，这种几千万的无人机卖给印度单价又是1个多亿，可以说印度又要当一次冤大头了。至于买到以后会不会继承苍鹭1坠毁的魔咒，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印度军方始终在不停地买，小到防寒服、轻武器，大到无人机、自行火炮，这无疑是代表印度军方相信他们经常在冲突中吃亏，是因为自己装备太差，所以在这条采购军火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殊不知，实际上是自己战斗力太低、组织度太松散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所导致。印度在近期号称要把自己建设成所谓的军事强国来应对我们，就是这种思想的最佳体现。不过，一直标榜自己不是1962年的印度的他们，显然忘记了光靠装备和部署的部队数量是无法打赢一场现代战争的。我们眼中的土豪大户沙特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却打着最菜的仗，各种丢人。印度军队在这方面也是不成多让。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与各路强敌的交手中屡次获胜，并且能够以少敌多，不单单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进步，最主要还是我们人民军队有最坚定的信念和极高的战术素养。对于印度而言，只能说投入再多的钱，当再多的冤大头挨宰也是白搭。想指望这些途径获得媲美解放军的战斗力是万万不可能的。